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一颗从香港来的W460 G Car 300G1 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W460 300G1 大概是在1990年代左右的车子，到目前都已经超过30岁了。那它的这个 M103 引擎其实是跟 W126 的 300SEL 是一样的分油盘也类似也大概规格差不多是有一点点差别。那经过30多年的使用之后，油箱是个污染源，就像楼上的水塔，30年的水塔，它可能会产生累积物、脏东西沉淀一般来讲，我们大概都差不多10年就会去清洗楼上的水塔，否则会有臭水味，会有管道不通顺的这个问题。那车子呢，经过30年。BMW、奥迪、Volvo 其实几乎都在市面上看不到了，只剩下这个年代的宾士车，我们还在路上看到它头好壮壮打扮的是漂漂亮亮的在车上跑，当然它宾士车有它体质、外形、材料上面的优势，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这个分油盘就被油箱里面的脏东西、加油站的沙子可能部分的铁锈，加上比较严重的就是汽油挥发掉以后残留下来的胶质，把我们的供油系统污染了。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来看看它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到底堵塞状况是什么样的情形 ？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一般来讲，堵塞的话，状况分成2种。一般大油道堵塞，一进来就堵塞了，6缸供油量有平均的不足。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小油道堵塞，可能就1缸或2缸供油量比较差，供油量比较少，这个会造成严重的抖动的问题，因为出油量不平均，怠速供油也不平均，会造成抖动很厉害。我们来看看这颗分油盘300G1 的，在台湾这个年代的 G Car 比较少，因为G Car 是属于一种特殊用途的车子，比如说玩赏的车子台湾那个时候经济刚刚起飞大家都买 W126 300SEL 的房车比较多。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那300G1 的车子呢，价钱稍微高一点，但是它比较没有实用价值，所以台湾人那个时候刚好经济起飞大家。一窝蜂的买300SEL G Car 比较少。OK， 好，我们来看看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1分钟170 ml。哇，它很平均呢，每一缸都出大概在110。好，第1缸110，第2缸110，第3缸105，第4缸108，第5缸110，110，第6缸110。跟标准的出油量170 ml 差了大概60 ml，这很明显大油道堵塞。这个状况，这车子应该很难发动。那发动的话，车子应该跑不动这个是大油道堵塞的现象等大油哥整修完成，我们再来做一个同样的测试。
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 300G1 的6缸分油盘，编号20610，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以前，我们看到它的是大油道堵塞，行进当中的储油量应该在1分钟大概在170ml左右。那它的结果呢，是在每一缸都在110。那少了大概60ml，170ml少了60ml，那应该是少了40%左右。那经过大哥整修完成之后，我们来看看1分钟的全油门，它的结果是不是跟我们预期的170ml 1分钟？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那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决定我们车子的马力。那如果它像它1分钟170ml只出110的话，会产生供油量不足，可能一踩大油门，它可能会吸不到油，车子反而会顿下来，然后有再严重一点，可能会造成启动都困难，这个问题是因为供油量过少，总而言之，就是因为油箱把我们的分油盘主要提供高压汽油给喷油嘴的一个零件，最重要的零件。有产生堵塞的现象。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这测试结果非常漂亮。标准的出油量应该是1分钟出170ml，第一缸172，第二缸170，第三缸170，第四缸172，第五缸170，第六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几乎是3%以内，几乎零误差了。我的结果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300G1 W460 G 卡的6缸分油盘，编号20610的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因为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要测试这个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这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香港来的 G 卡 W460 300G1 的6缸分油盘的完修后第二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这颗分油盘的编号是20610。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在测试这颗分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这个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80，第二缸180，第三缸180，第四缸180，第五缸185，第六缸185。厂方要求的是15%的误差。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也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那因为这组喷油盘它来的时候并没有把喷油嘴附过来，所以喷油嘴回去之后一定要换新，这第一点。第二个，我们要调整它的怠速混合比那怎么样调整？相信。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上面的调整方式。第三个，蓄压器
啊，蓄压器是一个很常坏的东西啊，蓄压器一定要检查，如果漏油就一定要更换。再来就是回流量，也就是说油箱流下来的油从汽油泵部打过来，再从这里流回油箱，要数值1分钟一定要超过2公升，应该在2.5公升左右啊。那代表汽油泵部里面打过来的油是足够给这个分油盘来使用的啊。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啊，怎么样去做检查？如果说回流量不足啊，这个分油盘我们整修了再好，它还是不健康啊。以上这一点哦，还有那个它的流量调整器它的磨损了哦，那大哥已经给它换新之后，如何调整它的终点电压哦，也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去处理啊。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